要决出胜负了。碧婷，一定要赢啊！陈月，加油！ 碧婷，看招吧！哼！出胜负了吗？碧婷，碧婷，陈月，难道说他们打平了？看来他们两个人都到了极限了。这样的情况下，谁先站起来，谁就是最后的胜者。喂，陈月，起来呀！就算我出不了场也没关系，你一定要先站起来呀！陈月，站起来，坚持住，只要再坚持一下就好了。碧婷，陈月，快站起来！你是朱甜甜的希望，我们朱甜甜全靠你了。陈月，起来呀！陈月。 胜负已分，本场的胜利者是朱甜甜、碧婷。啊，为什么判陈月输呢？是啊，他们两个人明明看上去实力相当啊。他们两人的确实力相当，但恰恰因为实力相当，胜负的关键就更取决于细节了。还记得吗？陈月本来要探知碧婷的弱点，最后反而被碧婷率先探知到了自己的弱点。我相信碧婷最后的攻击针对性是很明确的，这应该就是碧婷取胜的关键。正所谓细节决定成败。展翅、千钧，你们可要好好记住这点。好了，没什么不开心的，有陈月这样的伙伴，你应该骄傲才是。
为了胜利，他已经拼尽全力了。去迎接伙伴吧，然后好好准备，第3轮比赛就看你的了。小蝴蝶，真有你的。下一次我会战胜你的。哼，没那么容易。陈月，你真厉害！这是我看过的最漂亮、最精彩、最激烈的一场比赛了。对不起，展翅，我输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不是还有我吗？下一场我一定赢回来。陈月，你没受伤吧？哎，别废话了，别废话了。哎，陈月，我扶你去休息吧。今天谢谢你，我没事儿。碧婷好样的，太棒了！多亏了你，我们才没有被淘汰，你真是太棒了！碧婷，你随便说，你想要什么好吃的，我给你做。你真是太了不起了！要是没有你，我们诸天殿就完蛋了。大家注意了，1个时辰后举行神坠试炼第2轮第2场比赛，由鸾天殿的地莲对阵阳天殿的莫丑，请双方参赛选手做好准备。鸾天殿和阳天殿，说起来才注意到，他们2个殿今天都没有来看比赛，可能是在准备吧。哼，离比赛还有不到1个时辰了吧？地莲的家伙怎么这么慢？哼，看来地莲的特训完成了。喂，独龙，比赛就要开始了，还要我等多久啊？哼，准备好了。啊！现在开始进行神坠试炼第2轮第2场比赛，鸾天殿地莲对阵阳天殿莫丑。伸出你们的左手，用霞蓝印记触碰树干，就可以进入比赛场地了。喂，陈月，你刚比赛完，要不要回去休息啊？没关系的，我不累，就是有点渴。啊，我去帮你拿水啊。喂，晨晨，悄悄告诉你，那个叫地莲的，好像准备了一个很厉害的霞蓝树呢。估计这场比赛阳天殿没那么好运气了。只要能赢下这场比赛，阳天殿就晋级了。莫愁，这场比赛你一定要赢啊！也许这一次，大家就会认可我们了。比赛开始！啊，要打了，要打了！那家伙的元气和我一样，同是土属性的。这样一来，在元气属性上，我们谁也不输谁。但对我有利的是，毒龙的木属性元气正好克制地莲的土属性元气，使用那个术的效果，应该比毒龙对付九方时更好。莫愁，比赛时，只要你能接近地莲，用这个击中它，那个术就会发动。虽然通过你间接的发动，威力没有我直接发动来的厉害，但是也足以击倒对手了。不过还是那句话，尽量靠自己的实力获胜。我们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胜利，得到大家的认可吗？就算上次战胜鸾天殿，我们没有得到欢呼，但只要一直赢下去，那些人迟早会认可我们。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。既然那招能战胜地莲，此时不用，更待何时？
好，先分散他的注意力。那样的下兰树，想躲还是能躲开的吧？可地莲为什么不躲？刚才的那招只是个幌子，难道说我歪打正着，这么简单就解决掉他了吗？哼，就知道没那么简单。帝坤，天生桥。这样一来，很难接近那个家伙了。喂，看到了吗？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地莲的下兰术。看起来比你那个土遁有气势多了。哼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无非是起一个防御的作用嘛，搞得那么花哨干什么？说来也是啊。我觉得那个天生桥不仅仅是防御而已，应该还有别的用途。哦，发动这样的下兰术，地莲耗费的元气一定不少。莫愁的2次攻击，地莲明明可以躲开，他为什么不躲？我觉得还有别的原因。没错，你猜对了。哼，等着看好戏吧。要想接近他，只能用那招了。地坤飞沙。得手了。动不了了吧？我这天生桥上来容易，下去难呢。你，困住我也没用，我还是赢了。刚才的绿光，难道说莫愁已经使用了那招？你用的是什么招数？使用什么招数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结果。杨天殿又赢了，是吗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刚才你不是已经疼痛难忍了吗？刚才那只是配合你做戏而已。怎么会？难道那个下兰术失效了吗？失效？哼，那倒没有。你应该对自己有点信心嘛。刚才你暗算我这一下的威力真的不小，难怪九方当时受不了呢。你说什么？惊讶吗？更惊讶的还在后面呢。首先我要告诉你，我是故意引你到我的天生桥上来的。至于我为什么这样做，你差不多该感觉到了吧？感觉到什么？男人的刺痛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很难理解吗？地莲的天生桥不仅仅是防御而已，真正厉害的地方在于攻击反噬。当两人位于天生桥的两端时，天生桥就能把地莲遭受的攻击转移到莫愁身上。你的小把戏我们早就识破了。
申屠老师已经解除了你施加在我和昆吾身上的霞兰术，不过地莲嘛，没有让申屠老师解除霞兰术，他觉得应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哼，你们输了，莫愁。神坠试炼第2轮第2场，玩天殿胜。失败者的背影，他们想靠着投机取巧赢得比赛和尊重，看来是适得其反了。很快就是我们的比赛了，你准备好了吗？现在的局面，一场大战是在所难免了。与其赶回9宫岭被动应战，还不如前往媚谷，破坏纣的传送阵。要是赶得及，就能阻止贾叶的侵袭计划。万一真没赶上，至少也能让贾叶他们无法轻易从9宫岭脱身。天井沙大人，在下随时听候调遣。带我去媚谷。遵命。现在神坠怎么样了？我从天净沙那里得到了元气，神坠比之前稳定了不少。很好，那你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进攻9宫岭了。瞧，这是纣给我们传回来的小礼物。太极霞兰扰龙，这家伙没有神坠，要我干掉他吗？干掉谁呀？你这叛徒，吃我一拳！山鬼瑶，没出息、忘恩负义的家伙，放着好好的霞兰不做，却跑来伺候这个妖里妖气的怪物。真是出言不逊啊！不过，我决定让你活下去。当然了，不再是以霞兰的身份，而是像他一样。怎么是你？接下来就要看纣那边的情况了。展翅，展翅，展翅，展翅！来了来了，别敲了。有不动，你干什么呀？我还没睡够呢。啊，还没睡够？展翅，你说什么胡话呢？你看看，这都过了50了，太阳晒屁股了。你说什么？哎呀，今天2场比赛都结束了，马上轮到你和归海。我们几个到处找你找不到，要不是归海提醒，谁能想到你居然还在这儿睡大觉啊？有不动，你没骗我吧？2场比赛都结束了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有什么不可能的？有天殿的银尺对成天殿的木易，
我包子刚吃完俩，比赛就结束了。之前我就听说过银尺的赤焰弓威力十分强大。今天银尺刚拿出弓来，搭箭上弦，准备攻击，没想到银尺火焰形成的弓一下子变成3个，调转了头，环绕四周，瞄准自己，然后银尺就……木已轻松获胜。程天天对佑天天2战全胜，根据3局2胜的规则，程天天提前晋级。好厉害！我算知道什么叫瞬间放倒了。厉害！我还没说完呢，后面这个更厉害。更厉害！第8掌，昊天殿石牛对玄天殿霞鹿。石牛浑身包裹土属性元气，坚硬无比，而且它的速度出奇的快，朝霞鹿冲了过去。霞鹿，那个霞鹿这么厉害？哦，亏你当年还敢招惹他。哎呀，别提了，一辈子的心灵创伤。哎呀，净说这些干嘛呀？你和灰海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快走吧。哦。神坠试炼第3轮第1场，赤天殿展翅对诸天殿归海。去吧，展翅，好好干。展翅，加油！放心吧，陈月，我一定能赢。就看你的了，可别给赤天殿拖后腿。等着瞧吧。哎，真奇怪，这么重要的比赛，扰龙老师怎么还没回来？哎呀，真能把人给急死！哎呀，先别管那么多了，给归海加油才是。归海，加油啊！找到扰龙了吗？找遍了9公里，不见踪影，可能真的下山了。我已经把查找范围扩大到9公里外了。
伸出你们的左手，用霞蓝印记触碰树干，就可以进入比赛场地了。比赛开始。归海的元气是水属性，我的元气是火属性。元气属性上，他占优势，持久战对我不利，速战速决恐怕也很难做到。哎，不管那么多了，先试探一下归海的攻击方式吧。归海，放马过来吧！这是什么东西？这碧婷，你见过归海这招吗？我还想问你呢，他什么时候学会了这个？可是看上去，这并不像是水属性的霞蓝树啊。这根本就不是霞蓝树。展翅，快躲开！什么？躲不掉了。黑级界上。展翅，玉肯希老师，展翅他怎么了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小子，谢谢你帮我拿到了神坠。你不是归海，你对我做了什么？你到底是谁？对你的恩人，眼神怎么可以这么凶呢？还记得吗？昨天地莲和莫楚的比赛结束后，我拍了你的肩膀。失败者的背影，他们想靠着投机取巧赢得比赛和尊重，看来是适得其反。很快就是我们的比赛了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就在那个时候，我在你的身体里施加了某个灵术，因为我要是不这么做的话，你根本受不住我的黑级戒煞，早就完蛋了。哦，对了，中了我那个术，一开始会比较贪睡，这就是你今天错过了2场比赛的原因。为什么不直接除掉我？哼哼，要是直接除掉你，神坠就不会出现了，那样我的计划不就失败了吗？所以
为了让神坠顺利出现，我不得不保住你的性命，这样也可以算是你的恩人了吧？啊！神坠终于到手了。啊！比赛结束了？还看不出来吗？那根本就不是归海。你说什么？易痕熙、申屠、云丹，协助我展开9宫防御阵。是，遵命。遵命。不管你是谁，9宫岭可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9宫防御阵，哼，想封闭9宫岭吗？看看我们谁快！这些是什么东西啊？是灵吗？没见过这样的呀！怎么回事？他们怎么会出现在9宫岭？易痕熙老师，我们该怎么办？这些东西以前从未出现过，能力很强，超出众人很多，只逼我败。
众侠岚听令，不惜一切保卫9公岭，夺回神坠。哼，夺回神坠，没那么容易。贾叶大人，恭候多时了。为了抢夺神坠，贾叶这个谜一样的七魄之首，率领着前所未见的怪兽，对9公岭展开了全面入侵。面对这场灭顶之灾，侠岚能否保护神坠，保卫9公岭？大战一触即发。请看《侠岚》第3季。世外桃源一般的小镇，侠岚的故事曾在这里流传，而我们的故事也是从这里开始的。传说，如果手上有着这个神秘的侠岚印记，你就拥有成为侠岚的资格。我一定会成为侠岚。但对于这个叫展翅的少年，印记似乎不仅仅意味着一种资格，更多的是意味着他救出姐姐的决心。这份决心如同这个印记一样，早已烙在了他的心里。带着这份决心，展翅终于通过了辣妈的考验。我一定会成为侠岚，是他的誓言。你要是再回头的话，在辣妈不舍而又期盼的眼神中渐行渐远。而踏上这旅程的却不止展翅。千钧这个神秘的少年把展翅从危险之中救了出来，但没想到却陷入了更大的危机。逃，一个简单的字眼，却在展翅的心中激起了巨浪。快跑！追根溯源，全都出自他内心深处最痛苦的回忆。不要逃跑！爆发，可怕的爆发，爆发的可怕。至少在千钧看来是这样的，可怕、惊讶还有不解，为什么眼前的少年会拥有灵力？快走！不走！你干嘛把我绑起来呀？同路但不同心，带着展翅，带着不解的疑团，千钧朝着传说中的9公岭进发。对展翅的灵力，千钧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反感和排斥。这个少年又有着怎样的过去呢？是同病相怜，还是惺惺相惜？你睡着了吗？刚才你为什么那么生气？篝火旁，星空下，一根绳索牵连的是相似的遭遇和相似的痛。你被灵伤害过吧？误会、斟酌、分组，注定的命运使2个人走到了一起。展翅和千钧将在赤天殿参加侠岚的选拔，而这次又有一个新的朋友加入了进来。传奇般的友谊自此开始。神坠突破了重重险阻，展翅、千钧和陈月终于如愿以偿，在赤天殿镇殿使太极侠岚易痕熙的带领下，开始了他们的侠岚修炼。走到我面前，走到我面前，看似简单的一句话，在破碎虚空中却蕴含着元气驾驭术的妙理。这就是易痕熙的第一课。展翅，你怎么了？白纸，是的，易痕熙老师就是这样形容展翅的。但白纸并不是展翅的劣势，相反，如果运笔得当，白纸上便可呈现出缤纷的画卷。努力参悟，挥汗修炼，成与败，
往往就是机缘巧合的一瞬之间。但巧合之下也涵盖着必然。对辣妈的情感促使展翅悟出了自己的元气，那是红色的元气，是火属性的元气。霞兰的修炼充满艰难困苦，而问题的解决则不能仅靠一腔热血。不错，聚气过后是泵气。闭上眼，打开心，找到问题的关键。在包括游刃大叔等人的帮助下，展翅通过了破阵统领的考验，夺回了自己的霞兰蝶，同时也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心。所谓练兵千日，用于一时，4项霞兰们即将迎来自己的第1次任务，前往7星种调查灵的动向。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原本简单的任务因5败之破的出现变得复杂起来。局势瞬息万变，战斗一波三折。最后，展翅与千钧联手战胜了破，也化解了齐界、齐磊2兄弟的矛盾。原以为任务就此结束，但易痕熙和他的学生们此行注定一波三折。前行的路上枝节横生，他们要面对的考验才刚刚开始。灵的阴谋渐渐浮出水面。七魄之咒在准备着一个灵术，一个诡秘的灵术，一个为了进攻9宫岭而特意准备的灵术。为确保灵术准备的顺利完成，身为七魄之首的贾叶派出了一位神秘人物。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。山鬼瑶，这个叛境侠岚，他曾经抢夺神坠，他曾经背叛师门，现在他率领着亥和散这2个5败出现在了展翅等人的面前。绝气逆空，这个不可思议的结界终于使易痕熙将所有的线索与山鬼瑶联系起来。要逃出去，摆在展翅等人面前的只有一条路：击破五鼎。易痕熙、山鬼瑶曾经亲密的同伴战友，而今却注定要在这绝气逆空之中进行决死的战斗。激战，胜负难分。你的速度真是……尽管破坏了地坤之鼎，但易痕熙清楚，赢的那个不是自己。究竟还保留了多少实力啊？火离耀月，展翅的霞岚术，在千钧和陈月的启发下，展翅击破了天前之鼎。太好了，我打碎天前之鼎了。会合的师徒4人再次被分开了。这一次，展翅和千钧要联手对付5败之散，而要战胜散，就要先战胜各自心中最大的阴影。知道了，放心吧，你的仇恨就由我来摆平。我来干掉你的自责。面对心魔，展翅与千钧用计战胜了各自的对手。终于在接下来的战斗中，易痕熙和他的学生们相继斗败了5败中的散和亥，并接连摧毁掉了由他们镇守的雷震之鼎和水坎之鼎。成为霞岚，姐姐，救出姐姐。姐姐，此刻姐姐就在眼前，梦想就在眼前。可是与山鬼瑶力量的悬殊，在姐弟2人之间仿佛筑起了一面不可逾越的高墙。对自己的失望，对山鬼瑶的愤怒，疲惫躯壳下是撕心的痛。这种痛足以使任何人陷入疯狂，更何况是体内充满灵力的展翅。任务失败，姐弟离散，误伤同伴，留给展翅的只有无助和伤心。无尽的苦楚无人理解，而要想忘却痛苦，却只有一个办法。你首先要去一个地方，退意林，褪去所有关于霞岚的记忆，褪去所有关于同伴的记忆，甚至褪去关于姐姐的记忆。但是展翅并不孤单，他还有朋友。你说什么？他的朋友们绝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。现在，归海、游不动、千钧、陈月，他们极力的挽回展翅，挽回朋友。
朋友们的努力使展翅终于明白了，放弃无法解除痛苦，勇敢的面对才是侠岚的选择。暂别9公岭，展翅踏上了控制灵力的特训之路。离开是为了变强，这一次不舍和期盼的眼神来自这些不离不弃的同伴。终于，经过玄天殿镇殿使太极侠岚天净沙的严格训练，展翅学会了控制灵力。这是灵力？是的，做得不错。带着修行的成果重返9公岭，因为神坠试炼即将开始。扰龙是太极侠岚，与此同时，灵的阴谋也正式展开。那个叫归海的，归海遇险，成了纣的傀儡。于是，潜入9公岭的计划开始了。还是扶桑广场，还是扶桑树下，每个殿的小侠岚们都摩拳擦掌，跃跃欲试。神坠试炼，紧张而激烈。既是比赛，必分胜负，但除了胜负，透过比赛还能看到另一些东西。虽然游不动输给了千钧，但此时输赢已不再重要。反过来，杨天殿毒龙虽然获胜，但其他人的目光却分明在告诉他，赢未必是真赢。比赛越发激烈，乌马、丽妃、金翅、石座、地莲、莫丑、霞鹿、石牛相继出场，神坠试炼已至白热化阶段。与此同时，被纣所操控的归海也开始了行动。面对并无把握战胜的对手，碧婷没有退缩。蝶与鹰、陈月对碧婷，这是2个朋友之间的公平较量。终于轮到自己了。踌躇满志的展翅没想到，在完全与外界隔绝的比赛场内，会被眼前的归海使用灵术打倒。灾难接踵而至，夺走神坠的纣开启了媚谷与9公岭之间的传送阵势，召唤来了霸凌大军。9公岭面临黑暗的侵袭，大战一触即发。众侠岚听令，不惜一切保卫9公岭，夺回神坠。哼，夺回神坠，没那么容易。贾叶大人，恭候多时了。哈哈哈哈
比赛开始。飞级界上。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了，我又一次失败了吗？在同伴最需要我的时候，我又一次倒下了吗？还是和以前一样吗？小时候，我认为霞兰就是最了不起的、最厉害的英雄，可以打败所有坏蛋，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。自从姐姐被山鬼妖捉走后，我就发誓，一定要成为霞兰，救回姐姐。就算这条路再怎么困难，再怎么不好走，我还是咬牙通过，最后成为了霞兰。从那时起，我相信总有一天，我也会如愿以偿找到姐姐。为此，成为霞兰之后的日子里，我一直在努力。墨雨姐姐为什么会被捉走？这个问题我想了好久，也曾去问过易痕熙老师，但是他似乎也没有头绪。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，那就是姐姐还活着。我一直努力着，可是在我好不容易找到姐姐的时候，我却没能带她回来。那一次，我倒下了，因为误伤穿越而倍感自责的我，险些放弃了霞兰之路。是我的朋友们将我从悬崖边一次次地拉了回来。誓言。经过艰苦的训练，我回到了9公里。离开是为了变强，这是我离开9公里开始训练前对自己说的话。战池，现在我变强了，我回来了。你总算回来了，开始参加神坠试炼，就宣布你弃权了。看着同伴们一场场精彩的较量，我也期望自己能在比赛时做得最好，不再失败，不再倒下。可是现在，在经历了这么多之后，我却又一次倒在了地上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9公岭被敌人侵入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神坠被夺走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的朋友们身陷危险之中。为什么每次都是这样？为什么？每次在大家最需要我的时候，我却……姐姐，我不要再这样，不要再这样！站起来，战池，站起来呀！过去的失败，过去的挫折，我已经不能改变。后来的誓言，后来的努力，不都是为了能在大家需要我的时刻挺身而出吗？
如今，这一刻已经到来了。只要我能抓住现在，那么一切都还有希望。我生命中的下一个过去，也许就不会再有失败。对，我还能呼吸，我就要战斗，我要保护同伴，我要夺回神坠。为了那些绝对不能失去的东西，这一次，我要把握住手中的现在。原来山鬼妖就是被这小子给弄伤的。哈哈，小子，我就不问你的灵力是怎么来的了，那已经不重要。哈哈，山鬼妖啊，山鬼妖，你居然会被这种货色打伤！在我咒的面前，他可是毫无还手之力呀！火离耀月！怎么，毫发无损？这怎么可能？把神坠交出来！众侠岚听令：一恒熙，你率千军陈越，由不动、必停，前往玄武器门；云丹，你率独龙、莫丑、河谷、霞路、丽妃、钟离以及木易10座奔水，前往白虎器门；申屠，你率九方、地连、昆吾前往青龙器门；钟馗、子言，你们率金翅三兄弟和乌马、石牛、岳阳，跟我一起镇守朱雀器门，寻找机会夺回神坠。其余侠岚回本殿镇守。是。记住，镇守住了器门，九宫防御阵就不会被攻破，灵就无处可逃。哼，想用九宫防御阵困住我们？好，那我就从你这个老家伙开始，个个击破。
说一遍，交出神坠。哼，有本事自己来拿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小子怎么可能用意念操控灵力？这对于七魄来说也是很困难的。不，还不像是意念。看他的样子，他也不清楚发生了什么。既然他连发生了什么都不清楚，更不可能通过意念操控灵力了。难道说，是最原始的欲念夺取？据我所知，用原始欲念操控灵力能做到这一步的人，只有贾叶大人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原来我的灵力还能这么用。可恶！怎么有如此强的力量？你这个装成龟海模样的坏蛋！告诉你，神坠可不是你能随便夺走的东西。可恶！不能让神坠被这小子夺回去，否则就前功尽弃了。黑级击杀！咒，记住，得手后，尽快用这个传送阵，把神坠转移到我的手中。老家伙，神坠现在在我这里。你觉得你抢回去的可能性还有几成？贾叶大人对我的传送阵势进行了改造，缩小藏于手心之中。哼，没想到还真发挥了作用，神不知鬼不觉把神坠传送了出去。为了脱身，居然用自己的招数攻击自己，冒牌货！你还挺勇敢的嘛！最后说一遍，把神坠交出来！交出来？交不出来了。哼，没想到吧？我已经趁刚才的机会把神坠传送给了贾叶大人。想要的话，你可以去他那里讨回来。可恶，他不像是在撒谎。从刚才起，我就感觉不到神坠的元气了。看来，的确不在他那里了。不过，我可不会让你去打扰贾叶大人的。嘿，哼，被你小看了。哼，小子，我现在没了后顾之忧，可以尽情的收拾你了。怎么？你们听清楚了，九宫防御阵是由破阵统领和曾经的几个神坠守护者所创。朱雀、玄武、青龙、白虎4个气门里，
都聚集着大量的精纯元气。元气迸发，释放出的结界可以说是无坚不摧。但是，这只是针对防御阵外部的攻击而言。如果从内部进行破坏，防御阵就会承受不住。你们也知道，夏兰身上的气穴也称作气门。一般来说，要破坏气门，最佳的办法就是从身体内部进行破坏。你们还记得毒龙和九方的那场比赛吗？当时毒龙用的正是从内部攻击气门的手段。不过，也只是做到让九方的气门受损的程度，离完全破坏还差得很远。3，什么？2，你这家伙到底在耍什么把戏？1，你可想而知，一旦我们身上的气门被敌人彻底破坏，后果将是多么可怕。和我们的身体一样，如果敌人从内部破坏九宫防御阵的4个气门，九宫防御阵将会全面崩溃。九宫防御阵的4个气门隐藏在9宫岭的脉野里。青龙气门在东面的宿舍天井，朱雀气门在南面的神树扶桑，白虎气门在西面的退义陵，玄武气门在北面的征乾坤。气门一旦受到灵力攻击，就会开始呈现紫色。当气门被紫色填满，就会毁坏。记住，我们一定要守住气门，绝对不能让灵接近。放心吧，暂时不会有事的。越是危难关头，我们越是要完成好各自的任务，打倒敌人。这样一来，我们每个人的小胜利加在一起，就足以让我们跨过任何难关。这些家伙真是中看不中用。刚开始我还挺紧张，没想到3下2下就打倒了。子妍老师，我们去帮破阵统领吧。不要过来，提高警惕，事情没你们想的那么简单。统领就是统领，眼光果然犀利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些怪东西，我们刚才明明……你这小家伙可真不自量力！我的这些霸灵可是专门为进攻9宫岭而准备，怎么可能这么轻易就被除掉？100个恶人之中，就会有1个极恶之徒。只有这样的极恶之徒，才能通过附体转化，成为霸灵。而这还仅仅是霸灵的幼体。众灵从整整1个10卷的人心中吸食恶念，然后用这些恶念喂养10卷下的霸灵幼体。每一只霸灵，在他们成型之前，还需要吸食1000个人的恶念。人们撕裂的内心，满眼的恐惧和满腔的咒怨，
只不过是他们的开胃小菜。就像野军中宫里和兵里的分工不同一样，众灵负责附体，负责制造傀儡，吸食欲念，而霸凌的存在只有一个目的，那就是战斗。每一只霸凌的战力和防御力，至少是普通众灵的10倍以上。所以，你们要是以为刚才的攻击能够除掉霸凌，那就太可笑了。地坤风云炮！水砍严冰斩！冒牌货，你输了！输了，输的可不是我，而是你的同伴归海。你什么意思？虽然你一口一个冒牌货的叫我，但我可从来没承认过。看清楚了，在你面前的是货真价实的归海。准确的说，是他的身体。看神情，你应该已经猜到答案了，只不过不敢相信吧？不可能，怎么会这样？归海他是侠岚，怎么可能被？没错，归海，他被我附体了。你说什么？归海被你附体了？你到底是谁？七魄之咒。七魄？你就是比五拜还要厉害的七魄？怎么，你终于知道害怕了吗？害怕？别逗了，我刚才只是有些吃惊而已。
没想到堂堂七魄就这么点实力啊！你说什么？你以为你的谎话可以骗得了我吗？哼，收起你的把戏吧！霞兰是不会被灵附体的，因为这个霞兰印记会使灵无法感知霞兰的欲念。我看你根本就是打不过我，所以才故意胡说什么归海被你附体了。你以为这样一来，我就会因为担心归海而无法攻击你呢？我说的没错吧？嗯？你们这些侠岚可真是天真的够可以的了，居然真的以为手上有个所谓的侠岚印记就可以高枕无忧了。即便真的如你所说，可要这个印记失效了呢？失效？你少唬我！从没听说过侠岚印记还能失效的。没听说，不代表不可能。世人皆有欲念，你们侠岚也是人，不可能没有欲念。之所以不会被我们轻易附体，正是因为侠岚印记。侠岚印记就像一面盾牌，能够使灵察觉不到侠岚的欲念，所以要对侠岚进行附体，就要想办法让躲在盾牌之后的欲念暴露出来。欲念大致可分为两种，善念与恶念。恶念也可以称作邪念。你也知道，灵要附体，必须依靠欲念中的恶念。可是侠岚的恶念往往不像普通人那么明显，所以我要做的，就是不断地放大你们的恶念，让恶念变得更清晰、更明显，最终从侠岚印记这块盾牌之后暴露出来，被我察觉。把恶念放大，变得更清晰、更明显。没错，就像固执可以放大为痴念，怨气可以放大为嗔念，不满可以放大为恨念。我不信，我没有侠岚印记的保护，你都不能察觉我们的欲念，怎么可能放大？的确，要放大侠岚的欲念，只靠我的灵术是不够的。这就涉及到另一个东西，就是饱尽恶念的黑暗之土。黑暗之土，在很久以前，有两个相邻的村落。用你们的话来说，那时候的人们过着幸福平和的生活。然而，这种平和没有持续太长时间，因为水源之争，两个村落之间爆发了冲突，继而演变成了战乱。愚蠢的人类刀剑相向，两个村落全部被毁，无数人在这场战乱中失去了生命。从此，那里就变成了一片荒芜之地。那片土地埋葬了很多因为战乱失去生命的人，自然也就埋葬了他们的恶念。争夺水源的贪婪，发动战乱的野心，还有士兵的残暴、村民的愤恨，全部都被深深地埋进了那片土地里，多少年来从未消失过。黑暗之土，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可怕的东西？这并不奇怪，只要有人的存在，就会有恶念的出现，冲突和战乱就不会消失，而黑暗之土也就会不断出现。若干年后还能被我发现，为我所用。哼，是不是觉得自己很无知，有太多的不理解，太多的没想到啊？其实你没想到的还有很多，比如我就是在七星冢附近发现的黑暗之土。七星冢？还记得你们曾经被山鬼瑶困在绝气逆空里吗？你怎么知道我们被困绝气逆空的事情？因为是我命令山鬼瑶干掉你们的。陈月，怎么回事？我不是让你们走得越远越好吗？是展池，他……易恒熙老师，我要回来帮你。
这是怎么回事？我怎么……那时候，我正在提炼黑暗之土，没想到你们这些侠岚竟然干掉了我派出去巡查的五败之破，还一路追踪到了我藏身的地穴，所以我就派山鬼瑶去帮我打下手，清理一下你们这些碍眼的东西。没想到他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，不过好歹也算是给我争取了时间，让我能够顺利地从荒郊地穴带走黑暗之土。后来嘛，在黑暗之土把归海心中的恶念不断放大之后，我轻易地察觉到了这个恶念，从而附体到了归海的体内，顺利地潜入9公里，等待抢夺神坠的最佳时机。七魄之咒，你别太得意了。你以为附体到归海体内，我就拿你没办法了吗？附体这种事，我也会。什么？没用的！三重天籁，第三重神器。
风迅，万箭穿心。呀！风迅，晴天。 这里应该就是归海的心境了。可是，我怎么觉得不大对劲呢？喂，归海，归海！对了。 应该有一个代表归海欲念的字压着归海呀，怎么没有字了呢？哼，管他呢，只要我打倒归海心境中的咒，就可以把归海救回来了。喂，归海，我这暂时啊，归海，住手！ 住手！别打了，归海！听见我说话了吗？停手啊！停手！呀！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难道归海完成附体转化了吗？ 小子，你中计了！什么？一个拥有灵力的侠岚。哼，小子，你真是给我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呀。不过，也恰恰是你的灵力，让我想到了对付你的办法。从刚才我就一直在想，既然你拥有灵力，那么你也可能会像灵一样，打算通过附体进入归海的心境，把我打倒。所以，我才告诉了你归海被附体的事情。事实证明，我的判断非常正确。既然我无法迅速解决掉你，那就只能把你困在归海的心境中。小子，你就在这里和归海好好的玩玩吧。现在我宣布，神坠试炼第3轮第1场，赤天殿展翅对阵逐天殿归海，比赛继续。原本想在这里打倒咒，
让他失去对归海的控制。没想到，那家伙根本就没有现身。况且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又不知道怎么开启连接心境和外界的那道门。要是不在心境中打倒咒，我根本就没有办法从这里出去。看来，要逼咒现身，必须唤醒归海。万不得已，甚至得打倒他才行了。我说你给我看着点路啊！快，带我去传送阵室。根据我在五拜之上的记忆中看到的情况，传送阵室就在媚谷深处，顺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就能找到。根据伤的记忆来看，迦叶很早就开始实施这次计划了。先是在媚谷准备好了传送阵室，然后让七魄之咒利用黑暗之土附体霞岚，在潜入9宫岭之后，设下和媚谷一样的传送阵势，
最后把贾叶和灵的大军传送到9宫岭，展开袭击，夺取神坠。没想到他们竟然会用这种方式。从伤的记忆来看，七魄之咒应该是对归海进行了附体，以归海的身份潜入了9宫岭。看到伤的这些记忆时，我身处桃源山，虽然也可以选择赶回9宫岭，可是我无法确定在我赶路的这段时间里会发生什么。说不定那时纣已经把贾叶和他的爪牙传送到了9宫岭，甚至贾叶已经抢到了神坠。那时候就算我赶了回去，也只能是被动应战。而且9宫岭有破阵统领和易痕熙他们在，我相信他们一定能够抵挡住灵的进攻。反倒是媚谷，由于灵的轻超出动，疏于防范，所以与其在9宫岭被动应战，还不如潜入媚谷，破坏掉传送阵势。即便无法阻止贾叶的入侵，至少也能让这帮家伙无法轻易地从9宫岭脱身。没想到会再次来到媚谷，又勾起了我最痛恨的那段回忆。不过相比那时，现在媚谷的戒备松懈了很多，对我来说倒是非常有利。
死了，没用的东西。申屠，我只说一遍，带着这3个小鬼离开这里。这可不是我想要的答案。谁砍？冰风破！风迅晴天！被我击倒了很多次，竟然还能站起来，看来他已经完全被气魄之咒控制住了。那是什么？之前我一直专注于战斗，竟然没有发现归海身上的这3个东西，说不定……没错，这就是归海被我一次次击倒后还能站起来的原因。咒，你的把戏被我看穿了，出来吧！怎么回事？
龟海竟然吸走了我的灵力！不对，他根本就不是龟海。终于发现了吗？站在你面前的，的确不是龟海，他是我用灵术造出来的。而且，为了让你上钩，我还在他身上埋下了一个机关，就是那3个东西。一旦你触发机关，就会被源源不断地吸走体内的灵力。现在你该明白了吧？不过可惜呀，你不知道的事还有很多，比如，你为什么会来到如此陌生的心境？小子，你现在所处的其实是心境的另一端。心境的另一端，怪不得我一进入到这里就觉得不对劲。你肯定没有想到，心境的全貌会是这样的。从你进入心境的那一刻开始，我就把你引向了心境的另一端，在那里设下了一个陷阱，等你上钩。你进入心境后，一心想着要打倒我，所以就盲目的认为眼前的龟海也是真的。原来，你从一开始就想吸取我的灵力。是的，吸取了你的灵力后，你变弱，我变强，一举两得，何而不为呢？我的灵力能让你变强？难道是因为？没错。因为火生土，你的灵力是火属性，我的灵力是土属性。吸取你的火属性灵力后，我自身的土属性灵力就会得到加强。现在，就让我好好享用你的灵力。
的灵力还给我！还想吸？嘿，给我老实点儿！看来我只有堵着这家伙的嘴，灵力才不会被吸走。可是，一直这么堵着他的嘴也不是办法。这样下去，我根本就无法战斗，无法救出归海。要是我放开他，去和纣战斗，那我的灵力迟早会被吸光。在心境里，我只能依靠灵力去战斗。没有了灵力，就像身处破碎虚空，没有元气一样，动一下都很困难，更别提战斗了。等等，破碎虚空，怎么回事？归海竟然吸走了我的灵力！不对，他根本就不是归海。不是破碎虚空，这里更像是山鬼窑的绝气逆空。我屁股下压着的这个家伙，就像绝气逆空中的鼎一样，只不过绝气逆空中的鼎吸走的是我的元气，而七魄之咒的灵术吸走的是我的灵力。怎么这些坏蛋都喜欢用这种阴险的招数？不是吸我的元气，就是吸我的灵力。哼，巧到。既然他们的招数相似，那我没准也可以用对付绝气逆空的办法来对付七魄之咒的灵术。你们能醒来，那是因为我帮你们保护住了体内的元气。保住元气？没错，准确的说叫做闭气。用体内一部分元气封住印堂、膻中、丹田三大气穴，这样就能保证体内剩下的元气不会被吸走。所以，一定不要让敌人有机会攻击这3个穴位。没错，接下来我该做的就是闭气。既然在绝气逆空中我能闭气，那在心境中，我也可以封闭灵力。丹田、膻中、印堂。哎，奇怪啊，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呢？难道是我使的劲儿太小了吗？再来，丹田、膻中、印堂。难道劲儿还不够大吗？丹田、膻中、印堂，又……疼死我了！被踢了一脚，怎么感觉体内的一部分灵力被封住了？难道说……
重的地方，正好和胸口的膻中气血位置相对。那个气血叫至阳穴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背上和丹田、印堂位置相对的，应该就是中髎和后顶2个气血。好，太好了，起作用了。哼。不错不错，那小子的灵力真是不错。刚才那一击，我只用了一点点力量而已，灵煞的威力就已经提升了不少。哼，一会儿我还要去吸他的灵力。不过眼下嘛，我还有其他的事要做。
向黎老师。奇怪，向黎老师早就牺牲了，为什么他会出现在这里？而且，我还感觉到向黎老师身上有灵力。如果我现在强行中断这个恢复阵势，可能会给游不动和碧婷造成伤害。没办法了，只能加快速度，让他们尽快恢复才行。闭上你的眼睛。爷爷明明在战斗中牺牲了，为什么爷爷会出现在这里？难道说爷爷没有牺牲，爷爷还活着？如果爷爷还活着，为什么这么多年爷爷都没有回来？等我成为侠岚了，如果爸爸还不让我出去和小朋友们玩，到时候爷爷可要帮我哦。一定一定。到时候你爸爸要是不让你出去，那爷爷也不让他出去。难道我眼前看到的是幻觉吗？陈月，不要过去，危险！如果他真的是我的爷爷，真的是我的爷爷，爷爷是不会伤害我的。千钧，保护好陈月，游不动，碧婷，你们协助游刃，保护气门。向林老师，我是一个戏。向林老师明明在多年前就牺牲了，而且他的神坠也被灵夺走，可是现在他竟然出现在这里。并且是在灵大举进攻9公岭的时候。更奇怪的是，向李老师竟然会使用灵力攻击陈月。我现在能很明显的感觉到他体内灵力的反应。
对向李老师的了解，他绝不会是一个会屈服于灵、苟且偷生的人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来的光。哎，怎么停下了？刚才的亮光很不寻常，感觉不大对劲儿啊。哪儿来的光？你进入媚谷到现在，没有遇到任何阻碍。的确，贾爷进攻9宫岭，肯定要带走大量兵力，媚谷的防范必然会受到一定影响。但是现在看来，这岂止是一点影响，根本一路上就没见到几个留下来看家的。这简直就相当于彻彻底底的倾巢而出。这种连土匪山贼都不会犯的低级错误，贾爷会犯，感觉越来越不对劲儿了。
好险好险，还好我早有防范呢。5败之伤被我抹去了记忆，不可能一个小小的灵压就能让它恢复。贾叶，我就说你没那么蠢吧。一下子就能让5败之伤恢复的狠角色，怎么说也得是7魄之一。现在我已经暴露了，接下来要多加小心。尽快找到传送阵势。也不知道9公岭那边怎么样了。则对，鬼神珠。黑旗借上。来呀，随便吸，只要你吸得出来。哼，叫你吸你就吸呀，还真听话呀。现在我叫你趴下。哼哼，不好意思，本店的灵力现已停售了，元气倒是还有不少，你要吗？哎。这是什么情况？
这一定是一场梦，这不是真的。爷爷已经去世了，爷爷已经去世了。对不起，我们赶到的时候，令尊已经，他的神坠也被夺走了。这怎么可能呢？令尊大人是遭到了灵的围攻，那样的攻击程度，即便是他这种程度的太极霞岚，爷爷已经不在了，爷爷不可能回来了，爷爷更不可能会攻击我。爷爷明明是那么疼我，那么爱我的。爷爷，这只小蝴蝶为什么总在花园里飞呢？因为它还小，还没有力气飞到更远更高的地方。我想长大，我不要像这只小蝴蝶。陈月怎么突然想长大了？啊，我猜猜看啊，陈月一定还在生爸爸的气吧？等我成为霞岚了，如果爸爸还不让我出去和小朋友们玩，到时候爷爷可要帮我哦。一定一定。到时候你爸爸要是不让你出去，那爷爷也不让他出去。可是刚才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千钧，你快告诉我这是梦，这不是真的！你快说，快告诉我！你为什么要摇头？你干嘛摇头？你摇头是什么意思？这不是梦。作为霞岚，必须要有一份固执，固执的保护神坠，固执的保护伙伴，固执的守卫9宫岭。正是这份固执，让我们能够站在这里，守护那些珍贵的东西。你们都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好，准备出发。是。这不是梦，爷爷的背影就在眼前，就像从前一样。可是，为什么爷爷会变成这个样子？究竟是为什么？这样纠缠下去不是办法。向李老师到底出了什么事？为什么在他体内会有那么强的灵力反应？他为什么会用灵力进行攻击？为什么？他还活着？太多的问题。如果向李老师还有救怎么办？我该怎么选择？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，我很难放手一搏。必须搞清楚向李老师的情况。陈月，陈月，你听我说，我知道你心里现在一定有很多问题，一定有很多想不通的地方。你的爷爷向李老师他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有什么目的？真的是帮贾叶来攻打9宫岭的吗？我们现在谁也说不准。但至少有一点我们不能排除，那就是你爷爷他还有救。我需要你配合我，对你爷爷进行探知，尽可能把你爷爷目前身体里的信息告诉我。探知？没错，振作点，你能做到。对爷爷使用探知。现在想的是，很快又要出任务，
不愧是爷爷一手教出来的，对极了，陈月真是越来越厉害了。好，现在轮到爷爷了。陈月现在想的是，如果爷爷不用再出任务，每天都这样陪着陈月，那就太好了。陈月乖，爷爷答应你，以后尽量多抽出时间来陪你，好吗？好，今天的探知训练就到这里吧。父亲，探知首先要释放元气才行啊。陈月现在太小，连元气驾驭术都不会，学习探知是不是太早了点儿？陈月，你听好，我们虽然是金属性侠岚，对于探知有着先天的优势，但要熟练掌握它，并且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，仍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首先，我们要熟练掌握金属性的元气，其次，必须持之以恒的练习。另外还有一点，也是最需要时间去积累的，那就是心与心的联系。心与心的联系？没错，就是用心去感受心，在心与心之间形成一种联系。爷爷一直陪你做的探知练习，正是为了你能从小就认识到这种联系。不仅是人，就连一朵花、一棵树，甚至一颗石子、一滴雨露、一丝拂面的微风，都有他们的心。用心去体会，就能感受到；用心去观察身边的人，身边的一切，只要他们有心，你就能感受到。来，陈月，闭上你的眼睛。好多的心，就好像他们全部都在我的身边。其实，他们确实就在你的身边。那我为什么一直感觉不到呢？这就是我一开始说的，需要日后反复的练习。刚才是我帮你开了一扇门，阻隔你们心灵的门。以后，这道门需要你自己来打开。明白了吗？我一定反复练习。爷爷，你快告诉我该怎么做吧。好，首先你要记住，心对于天地万物都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的心决定了我们是谁。这就好像日月要是无心，就会失去光芒，它们也不再是我们熟知的日月。人要是无心，则失去了全部的感情和记忆，不再是他们自己，而他们与我们之间的联系，心与心的联系，则会被切断。陈月，快，趁现在！小时候，是爷爷让我懂得了心与心的联系。是爷爷教会了我探知，以前我能清晰地感受到爷爷的心，看到爷爷想的事，爷爷牵挂的人。可是现在，我在怕什么？难道是怕探知的结果？是怕爷爷没有了心，怕他已不再是我的爷爷？怕我和爷爷之间心与心的联系早已被……
好气门。爷爷，地坤风云炮！折退，苍岭。不好！风迅，晴天！啊！怎么办？他过来了！他过来了！那要真是陈月的爷爷，我这一炮下去，万一……游不动，避开要害，一定要守住气门。啊！是。地坤风云炮！爷爷，陈月，别犹豫了。如果你真想救爷爷的话，那就赶快找到机会发动探知。游不动，你们两个退后。叶恒熙老师，陈月，你放心，我自有分寸。刚才的攻击只不过是拉开距离。灵力比刚才更强了，看来灵力对向里老师身体的侵蚀程度比我想象的更深。不知道灵力侵蚀到了几成？灵力侵蚀。是的，还记得你被展翅打伤那次吧？那一次，灵力对你的身体的侵蚀最多只有1成，而向里老师目前的情况，至少也有5成以上。灵力进入身体1到3成，如蚊虫之毒刚刚侵入，只要及时治疗，便能够排除灵力，得到恢复。进入身体4到6成，如蛇蝎之毒开始攻心，意识模糊，出现幻觉、幻听，甚至会开始攻击身边的人。如果侵入7到9成，剧毒入骨入心，整个人会彻底疯魔，极端试战，仍然有救回的希望。那10成呢？据我所知，就算是神坠守护者中最精通医疗的钟馗老师，也束手无策。如果是10成，那只能……陈月，集中精神，振作起来。哪怕是暂时告诉自己，那不是你的爷爷。我知道这么说很残酷，但是为霞兰，每一场战斗都是残酷的。此时此刻，别的战场，别的气门，也许镇守在那里的霞兰，也会面临自己的亲朋向自己无情的进攻，就像你现在的处境一样。试想，如果他们都不战斗，不守住气门，一旦9公岭被攻陷，贾叶夺走了神坠，那后果……叶恒熙老师，我明白了，我会尽力的。好，听我指令。陈月，快呀！我记得
爷爷的心是无比温暖的，可是现在感受到的只有刺骨的冷。难道爷爷真的已经没有了心？心跳声是爷爷的吗？不对，不是爷爷的，是伊恒熙老师的，或者是我自己，我不知道，但肯定不是爷爷。我已经看不到爷爷的心，已经听不到爷爷的心跳，怎么会这样？他真的还是我的爷爷吗？陈月，怎么样？我看见爷爷的体内每一个气血、每一条经脉都充满了灵力，心的位置已经一片模糊，已经到10成。10成，没救了吗？千钧，快把陈月扶到一边去。首先你要记住，心对于天地万物都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的心决定了我们是谁。这就好像日月要是无心，就会失去光芒，它们也不再是我们熟知的日月。人要是无心，则失去了全部的感情和记忆，不再是他们自己，而他们与我们之间的联系，心与心的联系，则会被切断。陈月，集中精神，振作起来。哪怕是暂时告诉自己，那不是你的爷爷。试想，如果他们都不战斗，不守住气力，一旦9公岭被攻陷，贾叶夺走了神坠，那后果……千钧，快呀，带陈月离开！等等，虽然我不知道爷爷为什么还能回来，也不知道爷爷这浑身的灵力是怎么来的，我可不想知道灵对我爷爷做了什么。现在，我唯一能够肯定的是，作为霞兰，我有必须要做的事情：保护气门，保护9公岭。眼前的爷爷已经不再是我的爷爷了，爷爷的体内是刺骨的冰冷，那是我从未感受过的冰冷。如果换作是我这样，爷爷一定也不想让我再承受如此的痛苦，所以，伊恒熙老师，就让我来结束爷爷的痛苦吧。
作为孙女，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了。老爸，陈月爷爷真的没救了吗？易恒熙老师说的真的就是正确的吗？万一他错了呢？老爸，你说话呀！你过去说过，很想看到我长大以后的样子。你看到了吗？我就在这里，你的陈月就在这里，就在你的眼前。你过去总是说，希望我能成为优秀的侠岚，我没有忘记。不仅是这些，过去爷爷告诉我的每一句话，每一个道理，每一件事情，我都一直记着，因为那些都是爷爷留给我最珍贵的东西。我会一直记着，一直为此努力。以后的以后，永远不变。这种灵力的等级直逼700，这不是灵力的侵蚀所能造成的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进攻退役连白虎气门的霸凌已经被全部消灭了，目前并没有新的敌人出现。扶桑广场朱雀气门完好，霸凌已经被消灭了，破阵统领他们遏制住了贾叶的攻势。正乾坤玄武气门暂时完好，不过易恒熙他们的对手怎么会是向离老师？贾爷到底带来些什么人？都有谁？等等，青龙气门，那个元气师，是他。不好，青龙气门有危险，神荼他们出事了。毒龙、莫愁、河谷，你们跟我来。还愣着干什么？毒龙，你们3个听好了。比赛的时候他们是对手，现在则是并肩作战的同伴。不管他们之前说了什么，做了什么，在当前的形势下都不重要，明白了吗？木易、霞露，你们剩下的人继续镇守白虎气门，提高警惕。毒龙、莫愁、河谷，我们走。刚才那是怎么回事？那家伙吸入了元气，突然就……不好意思，本店的灵力现已停售了，元气倒是还有不少，你要吗？哎！
难道就是因为它吸入了元气？这么说来，元气对于灵的危害，就相当于灵力对霞兰的危害一样。尤其是渗入体内的时候，危害更是增加了很多。之前陈月被我的灵力弄伤，体内残留了灵力没有完全排出的时候，陈月也非常痛苦，治疗和恢复的过程也那么长。可能是因为七魄之咒已经吸取了一轮灵力，现在应该还没有注意到我这边的情况。不过，就算他发现了这边的情况，也未必会主动现身。我要打开从心境出去的门，必须先打败咒才行。他不出来，我也不能确定他在哪里。说什么心境的两端，万一又是一个陷阱怎么办？哎，哼，反反复复给我下套，这次该我了。既然元气进入灵的体内有这么大的危害，那你就等着我用灵力包裹着的元气大礼包吧！气魄之咒。山鬼谣。朱文和班郎在看着那两个神坠，这个传送阵势由我来看守。太极霞岚天净沙，我记住这个味道。天净沙元气的味道，记住这个味道，记住它。都去吧，找到天净沙，格杀勿论。天净沙，我要你无所遁藏。
七魄之一的鬼爪。他身后的那个阵势，和我在五败之伤的记忆中看到的一样，应该是灵的传送阵势。既然这样，哼，那就给他来个调虎离山。很好，现在我得抓紧时间破坏掉传送阵势才行。大意了，又大意了。看样子，那家伙无法一次吞下我的全部灵力，所以每次只能吸一点，然后给咒传一点。这样的话，我必须在下一次传送灵力之前做好准备。是你呀，山鬼妖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自己看。投降吧，把神坠交出来，我给你一个解释的机会。解释？解释什么？解释这一切，都不是出于你的本意。本意？没错。即便过了这么多年，我还是不相信，我认识的那个山鬼妖会是一个叛徒。哼，听你这么说，你好像很了解我嘛。曾经我觉得我很了解你。老板，来个火烧。别老板的，叫我二爷吧。二爷，来个火烧。好嘞，你的运气可真好啊！火烧刚好还剩下最后一份儿。对不起，最后一份火烧我已经要了。火烧来喽！啊！哎，站住！钱，你还没给钱呢！
还差不多。是为了这些无家可归的流浪狗。看不出你这家伙心眼还挺好。多管闲事。还真是个侠岚。这么说起来，他看起来还真有些眼熟。那时，你宁愿自己饿着肚子，也要把吃的分给那些可怜的小狗。我从你的眼中看到了善良的本性。善良，本性。得了吧，云丹，你居然把我现在的所作所为和儿时的琐事扯在一起，真是可笑。不过，一块火烧要是真能说明点什么的话，那也只能说明一点：我要抢走的东西，我一定能抢走。你以为这么说我就会相信吗？还记得当时4项生2仪的比赛吗？哎，怎么搞的？我的霞蓝蝶哪儿去了？哎，没有霞蓝蝶，我可就没有办法参加4项生2仪的比赛了。真没想到啊，你也是我们店的，怪不得看你有点眼熟。哼，谁和你一个店的？谁和你眼熟啊？哦，哼，反正我也是蓝天店的，你要不和我一个店，那就随便你喽。你，哼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啊，我的霞蓝蝶，原来是你拿走了。哎，这算不算了不起呢？好吧，我拿了你的火烧，你拿了我的霞蓝蝶，扯平了。哼，我们走。哼，没想到我的对手竟然是你。要是你刚才不把霞蓝蝶还给我，我就无法参加比试，这一轮你就可以直接获胜。你真是不知道把握机会啊！我把霞蓝蝶还给你，就是为了在这里好好教训教训你。教训我？好啊，有本事就一招定胜负。正有此意。那场比赛，你输了。我认为你没有尽力。你说你肚子饿了，发挥失常。当时，我居然相信了你。后来我仔细一想，以你当时发动攻击的速度来看，饿肚子根本就不可能影响到你的发挥。那不过是你的借口而已。没错，那的确是借口。云丹，你认为真正的原因是什么？你该不会是以为你把霞蓝蝶还给了我，所以我心存感激，不忍心对你出手吧？还是你想用这件事说明我并非一个冷酷无情的人？你想听实话吗？哼，你根本就不配我出手。那场比试输了，对我而言根本就无关痛痒。况且，输掉那场比试，我就要多打另外几场，那才痛快。山鬼瑶，你可以扭曲那些过去，因为过去的事已经无法证明。但是还有一件事，我看你怎么否认。在绝气逆空中，伊痕熙已经处于非常不利的情况了，为什么你没有下手？
下手？哼！易恒熙这家伙打了败仗，还好意思到处张扬。当时我已经控制了整个局面，所以我想暂时留着他的小命，把他带回媚谷，好套取一些关于9公岭的情报。可是没想到，易恒熙的小跟班突然爆发了灵力，不顾一切地攻击我。我没时间在那儿继续耗下去了，所以才放了易恒熙一马。他的神坠，迟早是我的。有那么难以置信吗？是不是开始怀疑自己？怀疑自己其实一点儿也不了解我。说了那么多陈谷子烂芝麻的往事，我这趟故地重游还真是不虚此行啊。正好，我也想起一件往事，不妨告诉你。那是在我离开9公岭之前，左师受伤的时候。我记得，那时候，你日日夜夜守候在左师老师的屋外，亲自为他熬药、送药。云淡，你真的是一个很爱幻想的人。你看到的只是表象而已。事到如今，我也没必要隐瞒什么了。我之所以对那老家伙献殷勤，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夺取他的神坠。每次给左师熬药的时候，我都特地添加了一点别的东西，那就是灵毒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定要亲自给左师熬药、送药。别的人我实在是不放心呢。我施下的灵毒在不知不觉间侵蚀了左师的全身，最后我顺利地干掉了他，夺走了他的神坠。所以我再说一次，你看到的一切都是表象，你刚才所说的一切，也只不过是你多年来一厢情愿的幻想罢了。如果你说的都是真的，山鬼瑶，为什么你要投靠贾叶？投靠？我只不过是想通过他找到极限和尽头罢了，这叫互相利用，各取所需。找到极限和尽头。云淡，告诉你吧，欲念越大，我的力量越强。在贾叶那里，我的欲念可以不受霞岚印记的限制，肆意的膨胀。而我也需要通过这些欲念，获得更强的力量来寻找我的极限和尽头。听明白了吗？叶恒熙，真的没办法了吗？被灵力侵蚀了10成，向李老师就真的没救了吗？没错，即便钟馗老师就在这里，也毫无办法。元气是霞岚一切的根基，要治疗向李老师，需要大量的金属性元气。钟馗老师医术虽然高明，
但他的元气并不是像李老师所需的金属性，而且他现在有自己的任务，自己的战斗。大量的金属性元气，别想了。此时此地，我们是找不来那么多金属性元气的。现在要想的是怎么保护好气门。那现在办法有一个，就是使用风讯千叶降龙。可是千叶降龙的威力太强，而且攻击范围广。如果我使用这招，气门肯定会受到强烈的冲击。如果气门被毁，其中的精纯元气散尽，那九宫防御阵就会变得薄弱。而且毁掉一个气门，灵的士气就会大涨，对我们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啊！精纯元气，啊，等等，精纯元气。叶痕熙，我知道哪里有大量的金属性元气了，想李老师还有救。